有时候中国人会问你属什么的？属什么？这个就是生肖。我们会用属相来判断我比你大还是比你小，但一般会尽量避免问岁数这种比较隐私的问题。如果关系好的话，就可以问哪一年出生的，那一年就会对应着生肖。生肖都是动物，记哪一年这种数字不太容易，记小动物就比较简单。生肖，这些动物除了龙之外都是能看见的，比如鼠、牛、虎、兔。其他国家也有生肖系统，像越南、日本、泰国、韩国，每一年对应的小动物都差不多。也会有人用生肖来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结婚，比如一个人属鸡，一个人属狗，感觉就很难在一起过日子，因为鸡犬不宁，意思就是会吵架，不安宁。当然啦，有些人会觉得相信属相是一种迷信，我们就当成是民俗来理解。除了生肖，我们也看八字。八字就对应到出生的那一天，具体的时间。八字整套系统起源于易经，通过八字可以推测出人的寿命、富贵贫穷、凶吉福祸。我们大部分人不懂怎么算，但是要说八字不合，还是有很多人相信并有所忌惮的。忌惮就是害怕、敬畏的意思。比如有些小妹子恋爱脑，明明遇到了渣男，但你给她说你们八字不合，他克你。你们八字不合，他克你，说不定他就会惶恐地跑开，不再庸人自扰。说不定他会惶恐地跑开，不再庸人自扰。庸人自扰意思就是无事生事，自找麻烦。庸人自扰，前面的小妹子就是用来称呼比自己小的年轻女性，有关爱的感觉。像女孩、女性、女生这些词就没有关爱的感觉。恋爱脑，恋爱脑是说痴迷一个人达到了一种盲目的程度。恋爱脑，渣男渣女这两个词是绝对的贬义词，可以理解为某个人对爱情不负责的态度，就可以叫他渣男渣女。过去中国人结婚是要先看八字合不合，拿着自己和对方的出生年月还有具体的时间，就是八字，拿去找算命先生算。现在相信这些的人相对少一些。农历，我们对日期的计算有另一套，叫做农历。有时候我也会看万年历，就是农历，因为上面写了时节，时节
就可以知道天气的变化。我们到快过春节的时候，全国人民都会自动切换成农历的时间单位。农历，比如提到今天是哪天了，就会说农历的日期。农历，中国的春节就是从农历的腊月23开始，一直到正月15。正月15这一段时间都算过年。新的一年就是从农历的正月初1开始，过完正月15的元宵节，大家就会自动又切换成阳历来说，今天是几月几号。现在好像只有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对这种比较传统的东西还有共识。星座，星座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比较新的东西，年轻人比较喜欢聊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要是问我上一辈的人，他们就不知道星座，也不关心。年轻人之间聊这个话题会比较多一些。我是9月份出生的，对应处女座。哇，网上把处女座黑得不行。黑呢，就是抹黑，说不好的话。比如生活里面也会这样说，大家一起吃饭，朋友说了一段关于我的糗事儿。糗事儿就是那种比较尴尬或愚蠢的行为，但朋友之间分享这种趣事就很有意思。我听他讲完这件糗事儿，我就可以说，哈，你怎么又黑我？你怎么又黑我？你怎么又黑我？朋友之间也会把星座当成话题来聊，比如这个月遇到了很多倒霉事儿，就会说，处女座这个月水逆，这个月水逆。像这种话就是有关星座星象的。如果朋友过生日了，打字可以说生快，生快就是生日快乐的意思。过生日的那个人就会被叫做寿星，寿星。比如今天寿星请客，走，吃饭去。寿星请客，在蛋糕上插上蜡烛，大家就会起哄，来，寿星许愿吧，寿星许愿吧。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没给他准备生日礼物，没给他准备生日礼物。我想送他什么东西，不用等到生日。不用等到生日。好啦，如果你有中国朋友，你可以问他，你是什么属相？但是你不要问他八字合不合，因为年轻人可能是不知道的。但是你可以说，我觉得他克我，我不想和他吃饭。我觉得他克我，我不想和他吃饭。这个是开玩笑的，他克我，意思是我和他合不来。我和他合不来，他克我，这些
就是今天我想聊的全部内容。生肖、八字、农历、星座、生日。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